之前邀请到的这一位前台积电财务高阶主管来跟我们聊聊财务思维，结果收到了一大堆的好评，所以我又再一次邀请到了豪哥，只是这一次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财富自由跟退休。影片最后也会有一个抽奖活动，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抽奖活动的话，那就一定要把这集影片看到最后哦。Hello， 豪哥，好久不见！上次邀请你来我的频道，结果收到超多观众的回馈，一大堆人在下面留言说那一集超棒的，而且那一集也是我所有影片里面成效最好的。那刚好豪哥就是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嘛，我们先请豪哥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好呀，这个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啊，是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肖邦的频道跟大家一起聊天。那我自己呢，算是一个在职场里面正式大家一般讲的工作大概差不多将近20多年，一共大概有4个公司。第一个的话，可能大家很熟悉，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啊，台积电大概工作在8年多的时间。然后到了第2家公司呢，也是半导体，在力晶半导体工作将近5年时间。然后在2间半导体工作了将近10多年之后，我就转战到了金融业去。这个过程呢也很特殊，是因为我的研究所的同班同学呢邀请我去担任中小企业银行的一个高阶主管，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所以我就到了新加坡它的一个主权基金淡马锡工作了将近5年时间。那主要的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大陆那等于是在大陆呢建立很多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这些金融机构，主要的地方包含在南京成立一个担保公司，然后在成都呢成立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后来到北京成立村镇银行。然后在那大陆待5年多的时间嘛，跑了差不多将近140多个城市，所以那段期间呢，算是好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看过最多地点的一段经历一般都是待在公司里面，然后也是后来好哥在写财商的书的过程里面非常重要一段经历，因为毕竟以前在大公司说的话呢都比较文绉绉的就是比较不接地气，然后接触这些中小企业，你才知道说真正的底层逻辑赚钱很重要，然后有钱很重要，管钱很重要，其他的专有名词呢跟专业呢不是他们必要的是慢慢一点一滴长大之后才会接触到的。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好哥就回来这个台湾一方面是因为身体不好，二方面想陪伴家人，所以本来是裸辞想要担任这个家庭主夫的。那因缘际会运气很好，后来有一家公司是大雅创投，那他母公司是大雅电信电缆已经今年算是68年69年了，然后给好哥一个算是执行合伙人去评估案子的工作，那一做了将近10多年。所以这10多年来呢，一方面是在创投工作，二方面因为本身工作很弹性，所以有机会开始做线上课程，然后出书甚至做自己的 podcast， 担任这个电台的主持人所以这是好哥的职场上面以台积电为正式的工作起点这个工作经历。那当然在我自己的新书里面有分享一些我自己小小的非正式工作的工作经历，因为我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所以我在13岁的时候呢，身为一个老大就拼命想要赚钱，所以除了在正式的工作经历之外，因为待会可能这个肖邦也会问到好哥打过非常多的工，包含做家教，然后后来做家教从2个开始教到68个人，就变成开补习班了自己开补习班，然后去餐厅驻唱了7年，然后唱了7年之后呢，在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歌手邀请我去做电台主持，后来做电台主持又做了声优，然后后来因为想要赚钱又去直销，后来直销之后呢，就变成所谓的营养老师、彩妆老师就是打工的经验非常多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好哥后来在写书的过程里面都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有的时候你必须尝试过很多事情，然后选择过很多的东西之后，你才会有比较好的选择。也就常讲的，对我自己耳提面命的啦，就是想要有一个好选择的话，你首先要有很多选择，你才有给自己的选择权这个大概就是好哥算是在工作上面跟生命历程简单自我介绍跟大家做分享。听完好哥的分享就觉得，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好哥的生命历程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刚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在人生过程中你一定会很清楚的知道赚钱跟有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毕竟没有钱万万不能嘛。那刚好好哥最近出的这一本新书呢，就叫做致富觉察，所以我想要邀请好哥来帮我们先定义一下，就是你认为这个致富的富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才叫做有钱？怎么样才叫做富有呢？好，
其实这里面这个富很有趣，刚刚好这个昨天呢，我也访问到另外一个好朋友，因为好哥在好声音呢也会常常访问一些作者跟这个新书然后他的这个作者叫聪明主妇。然后，因为他刚好是在好哥的1个多月之后出书的，然后书名跟我也很像它叫做盘点致富。然后我们两个在聊富这个字的时候呢，都有异曲同工的概念就是富从来不仅是钱而已，因为富这个字在古代它其实是福的古写，就福气的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富呢，上面一个宝盖头，下面加上福气的福的这个右手边，所以某种程度上面，除了钱之外一定有跟钱以外的东西在这个里面。那再加上昨天我跟这个聪明主播在聊，我说对，除了福气之外，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宝盖头这个宝盖头呢，它其实是一个家的概念。所以后来好哥在整本书里面我给这个富字有我自己的一个定义，是对我自己针对所谓的富呢追寻的目标。我说除了富有之外，还有富足，因为有跟足又不太一样，有是看你有的东西，但足是一个心灵满足的状态。这个东西也不是好哥自己说的是我有一次特别在看那个查理蒙格的书他穷查理的普通常识，然后后来他有2本书我也非常喜欢，他每次都会把这句话放在里面，一个叫蒙格之道，一个叫蒙格智慧查理蒙格说呢，幸福或成功从来不是你拥有的多，而是期待的少因为拥有这件事情呢，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一样。就像好哥有时候开玩笑讲，哎呀，什么叫做穷？我们人从来不怕穷，就怕比别人来的穷大家想一下这个概念，如果你这个全世界呢只有你一个存在的话，坦白讲，这个你没有比较，这个穷的感觉就出不来。所以说这个你如果问我而言的话，除了富有之外富足这件事情，感受到足够是蛮重要的。那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幸福从来不是拥有的多，而是期待的少。所以在书里面呢，我就说真正的富足要在乎4件事情第一个的话，你还是要有钱，因为你没有钱的话，没有办法交换一些你日常生活用品也没有办法交换自己的食衣住行的满足，你要有钱。第二个呢，你要有闲。当你有钱之后呢，试着不要去乱花钱，要把钱给存下来，你才有机会从用生命去交换钱，去打工上班，到有一天你有足够的钱，这个钱呢能够帮你去赚钱，就是我们常常讲在投资，也包括肖邦在教大家的怎么透过钱去赚钱，这叫投资。当钱帮你去赚钱的时候，你可以赚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时间所以第一个是有钱，第二个是有时间。而当你有时间的时候，这个同时你要照顾到自己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健康。所以要好健康，因为我想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经验过就是哎呀累得跟鬼一样之后呢，突然有一天想要放假休息，但没想到一放假的时候就是生病的开始很多人都说奇怪，平常都不生病，一放假就生病。我说这是有医学依据的为什么呢？因为通常你在拼命工作的时候，你所有的这个能量聚焦都在职场上面，你的免疫系统是不会启动的，反而是当你放松的时候呢，就放假的时候，这时候你免疫系统一启动它就开始修复了。那修复呈现出来的话，可能就生病。那我要讲的是说，当你没有健康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你放假了，你可以有运用的时间，但是这个运用的时间呢，没有办法为你所用，因为你身体已经没有健康了。所以好健康很重要。然后第4个呢，其实是我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维系你想要维系的好关系，也就是刚刚我们讲说这个富有的富上面的宝盖头讲家嘛。曾经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哈佛，应该算是哈佛的研究吧，他曾经做了将近75年的调研哈佛很厉害，然后研究了3代，研究3代之后呢，去研究差不多500多个人，后来延伸到86年700多个人，问大家说，你这一辈子经历你觉得最重要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能带给你幸福快乐的感觉？几乎所有人指向都是一个英文字母，叫 relationship， 也就是所谓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常讲说，哎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什么叫善呢？善就是希望你在走的那一天能够维系你跟他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维系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所以后来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呢，我就说，我写了一篇小文章，说人要走的那一刹那真正在乎的话是3种关系，一个是自己跟他人的关系，一个是自己跟环境的关系，而第3个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自己跟自己和解。
所以回到刚才肖邦的这个提问在这本书里面呢，我真正在提到这50个小篇章跟故事里面综合起来其实希望大家在乎所谓从富有到富足的过程当中能在乎4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就是一个是有钱，第二个有闲，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好健康跟好关系。所以如果说你有钱的话又有闲的话，你才有办法机会去照顾到自己的健康跟照顾自己的好关系，你才能够4个轮子齐步往前走，让自己有从富有到富足的感觉。这个大概是好哥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关键。谢谢好哥。我之前在我忘记是在哪里看过一个研究，他说大部分的人在死之前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后悔自己可能没有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后悔自己没有跟家人和解。那我记得在这个书里面你有说到要请大家喝3杯茶嘛，关于觉察、观察跟洞察。那能不能请好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3杯茶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我每次都跟大家讲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这3杯茶其实是横贯在我脑袋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50个篇章虽然分成觉察、观察跟洞察，但其实都是好哥自己的故事。所以说坦白讲呢，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要去灌输大家什么样一个特殊的观念，而是透过了解好哥在整个生命历程当中怎么去看待我自己的觉醒。什么叫觉醒呢？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觉察、没有觉醒的话，你很容易照着别人给你的一个教条或方式去过日子。那你过着过着呢，一不小心就可能过成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子。那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故事，就是好哥大概在2011年吧，就是我回来前一年，我本来是要去大陆，那时候2008年去的时候，只想工作2年就好了，因为毕竟我想说这个抛家弃子然后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我不想这么久的时间，再加上那时候本来老婆想要跟着我过去，可是问题在于说，大家刚刚听到了，我在大陆呢5年时间跑了140多个地方，就代表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常住一个地方，所以如果家庭呢从台湾过去大陆意义也不是很大，所以我那5年呢几乎就跟游牧民族一样提着一个皮箱到处跑，甚至我丈母娘那时候还问我说，奇怪，你怎么一天到晚提皮箱，你没有一个住的地方吗？我说丈母娘没有，我这5年呢就是一直住酒店，一直住酒店。他说哇塞，你这蒙古人还真的是把蒙古人做到位了从来没有个地方。我说对呀真的完全逐水草而居，所以5年呢都这样跑来跑去，所以本来想做2年的，但是后来因为薪资很高，舍不得离开，又做了5年。所以后来我每次在写这文章的时候，我就说钱多固然是很好，但是有时候钱多你回头过来想想，还真的蛮可怕的。因为高薪这件事情它有的时候会绑架我们去实现我们想要理想，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束缚。就是薪水这件事情呢，变成是一个束缚，而这个束缚什么时候会让你知道说这是一个束缚呢？直到有一天有重大的事件比你赚钱还更重要的时候，你才会觉醒，你才会觉察。而这件事情呢，在第2年的时候没有发生，第3年的时候没有发生，直到第4年的时候，这个慢慢的，我就看到我这个体检表从原来几乎都是黑字，然后变成1-2个红字，然后第4年半的时候我就发觉不对了几乎好多红字。那时候你看到的时候，它刷一下就变很多红字了，这个身体给你一个非常大的警讯。所以我拿到那个体检表的时候，我心情是很差的，然后还跟我旁边的同事在聊天，我说哇哩嘞，去年基本上还没有这么多红字，然后今年的什么三酸甘油酯脂肪肝再加上我父亲是肝癌过世的，所以我更害怕。我就跟他讲说不对呀，我来这边是要赚钱的，可赚了半天老婆年轻小孩小，那将来呢所有的钱我都花不到，都给隔壁老王花的话，我受不了，你知道。同事说对呀，你想想有道理，所以你要回去跟老婆商量一下，不要到时候有命赚钱没命花。所以后来我回来之后就跟我老婆开玩笑聊，我说老婆你有没有听过李安的故事？她一听就知道我想讲说，因为李安被他老婆养了7年嘛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然后陪伴孩子，后来又一飞冲天，成为非常厉害的导演。然后老婆开玩笑就跟我讲说，你是不是想要做好安我说对啊，然后你个养命对，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觉察就让我回来了。而这个回来呢，坦白讲对我个人而言的话，算是人生历程非常重要的一块什么东西，就是你从一个非常忙碌的高阶经理人回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好哥，哇，你这样壮士断腕回来的话，所以生活就是一路这样平顺过去吗？我说当然没有。当我回来做家庭主夫的时候因为我本来想裸辞1年嘛，我第2天就后悔。大家注意听我是2012年的7月31号，我8月1号呢早上起来之后发现我的 BlackBerry 没有了因为身为银行家都有 BlackBerry。然后这个手机呢里面的所有 email 呢也没人回复我还以为手机坏掉了，突然发现不对，不是坏掉了，是整个公司的邮件也被拿掉了。
然后接下来呢，在过着纯粹当爸爸的日子过程当中呢，就常常想要去约朋友吃饭啊聊天，但你 weekday 的时候约人家要上班啊，对不对？人家没有时间陪你啊。等到礼拜六、礼拜天，你想要约别人的时候呢，那别人要陪家人，所以就发现奇怪了，怎么回来之后呢，本来除了想要照顾家人之外，能够跟朋友多多聚会的时间呢，反而也遇不上了。所以后来当将近3个多月之后，我的学弟找我去做这个大雅创投的合伙人的时候，我几乎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唯一的条件就是当初问说需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工作，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创投的合伙人呢，最主要还是审核制跟投票制，1个礼拜只要来1天就好。也因为这样关系，我就很感谢大雅创投，在过去这12年给我个非常大的弹性，又可以有一张名片去靠行，因为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我而言的话很重要。而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从觉察就慢慢知道，原来我是很不习惯掌控自己的时间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忙了非常多年之后其实很多的时间都是别人塞给你的，老板赋予你工作啦，公司赋予你任务啦，属下呢找你基本上解决问题啦，这些东西都是别人丢给你的。但当我回来变成个家庭主妇的时候，虽然觉察到自己不可以再这样生活下去，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在乎自己的健康，然后呢陪伴家人，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填补自己的时间。所以前面的几年大概就是从2012年好哥回来，很多人问我说，好哥你这样的时间大概经历了多久？我说真的还蛮久的，大概到2015年将近2-3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摸索，而且挺辛苦的。我所以挺辛苦，什么叫摸索？摸索就进入到第2杯茶了，就是摸索，就是你不是在以前的工作范畴里面，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观察有没有一些你真的值得模仿的对象，你也想要模仿的对象可以变成你模仿的对象。所以我常讲说，如果没有一个好样子在你面前的话，你是不知道你想要活成什么样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除了看好哥身旁的周遭的人之外呢，还持续不断大量的阅读，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好哥非常喜欢推广阅读。这个阅读不一定是阅读，还包含这个就是听书直到我在2015年的时候，遇到了我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恩人，也就是台北旅店董事长戴尚基戴大哥。他的一个名言给我一个非常大的省思。他说无聊是伟大的开始。然后我后来自己又加了一句话，有闲是成长的姿势，就姿势猪谁啦他说人一定要无聊，人一定要有闲。因为如果你没有闲没有无聊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你生命当中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从他身上就看到很多，他虽然身为这个11家旅店的董事长，但他把所有的工作都赋权下去。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非常厉害的人来协助他，然后呢他在持续不断找很厉害的人，然后继续呢去完成他生命当中的梦想。所以认识他开始，他大我14岁，然后他教我骑脚踏车，他带我完成铁人3项，然后他带我去看音乐，然后借着音乐呢，我一不小心又认识非常多的人，然后主持音乐沙龙。后来呢，我基本上因为他的关系去参加很多演讲，认识很多人，然后别人开始邀请我去做演讲，去做授课，然后呢就开始做线上课程，然后做线上课程呢又被出版社看到，然后又出书，然后出了书之后呢，因为跟音乐家的关系，疫情来临了，音乐家就邀请好哥去做 podcast， 帮他们做 promotion， 然后一做了4年，做了400集，然后这4年好哥出了8本书，而所有的这些我讲说输出，不能讲成就，都不是在当初我在从2012年回来的时候计划而来的。所以回过头来这是看到了别人可以这样做，而我呢试着了解他可以这样做背后是怎么做的，这叫做洞察，也就是第3杯茶。就是我看到你无聊，但是你的无聊不是真的无聊，是因为你把时间都空下来之后，我这位老大哥才会认识各种不同的人，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然后我进一步跟他相处久了之后，才知道他从年轻开始就一路不断的这样走过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跟大家讲说，你不要看别人现在的美好，你也要看到他以前的不好，因为所有的美好一定都掺杂的不好。所以现在叫做观察，过去叫做洞察，从过去走到现在，就是从观察到洞察的过程。过去走到现在，你要从现在看到过去。所以什么叫做智慧？刚刚好有一次我看到这个刘润老师，他在商业洞察力，然后跟洞察相关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真正的智慧就是要从观察到洞察的过程。然后后来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叫一如既往摩根豪舍，他说你不要羡慕马斯克，你也不要羡慕这个贾伯斯，这2个呢基本上都这么成功，但是你要看到贾伯斯呢怎么样被苹果自己创业公司 fire 掉，然后又怎么样这么样的偏执，然后再看到马斯克从小呢在南非的时候走过死人堆，
然后因为不懂人情世故被这个同学呢霸凌打破鼻梁骨，然后还被他爸爸家暴。你就知道每一个人某种程度上在他成功的背后都经历了一些不为人想象的过去，而这些所有的事情呢是变成他成功现在美好很重要的养分。透过一句这个 Morgan Housel 在一如既往里面说的，他说你必须要概括承受。什么叫概括承受呢？概括承受就是从观察到洞察，所以这就是好哥这将近快2012年吧，到现在差不多12年的时间了，12年的时间，所以写这本致富觉察，也可以说从过去到12年前，然后从12年前到现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或工作方式。因为2012年之前的话，比较像是一个公司经理人加上一些纯粹打工这样一个经历一方面是在赚钱，二方面也在赚自己的算是养分嘛。那2012年回来之后呢，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觉察的过程，但觉察呢还没有致富，觉察呢它需要经历观察，就是找到自己想要的，然后找到自己想要之后呢，再试着去做行动能够洞察是怎么样透过行动能够达到我想要的，而透过觉察、观察跟洞察呢，我才会写了这本致富觉察的书，真正想到自己想要的，然后尝试自己想要的，然后做到自己想要的。想到哪4件事情呢？就是有钱、有闲、好健康跟好关系。所以我也就是诚挚邀请大家可以透过好哥这本致富觉察的3杯茶从觉察到观察到洞察看一看不一定要跟好哥这个学，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历程，但是透过我的故事可以给大家当个参照，让大家可以同样找到自己的3杯茶，然后呢找到自己有钱有闲好健康跟好关系的富有到富足的人生这是好哥衷心的期盼跟祝福。觉得好哥分享真的超棒的，就是虽然我小好哥很多岁，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是一路这样子走来，也会发现自己从刚进入职场也是在慢慢的觉察自己。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就是发现自己好像不太适合待在职场这种被管的环境里面，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步的觉察。那到后来呢，我才发现说我有这样的觉察之后呢，我就开始洞察说我是不是可以模仿一些我想要成为的那样子的人，然后就开始去摸索怎么样去经营自媒体，怎么样去写文章，怎么样写文案，怎么做行销等等的，然后才一步一步慢慢到现在这个觉得自己稍微做的比较好一点点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这3杯茶的过程。我相信每一个人的人生基本上也是走过这样子的路程，你最后才有办法走到自己喜欢，然后又很富足，然后你可能跟家人关系又很好，跟朋友关系又很好，你又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这个样貌。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3杯茶，走过这3杯茶之后你才有办法到达的一个地点。那最后我觉得真的很喜欢好哥书中针对这个财富自由跟退休的这个解释所以我想要来跟好哥请教一下，就是能不能跟大家聊一下你认为的所谓的财富自由跟退休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啊，这个怎么样？这2个定义也是好哥在书里面最常在演讲跟分享的时候跟大家说的。为什么？因为其实跟这个致富这2个字是有关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把退休呢跟财富自由跟钱绑在一起。对。但是有很多人说，好哥，那我如果赚不到这么多钱，我不是这么会赚钱的人，然后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达到财富自由了，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好退休了？那好哥这本书有另外一个我想推荐给大家的地方，因为其实虽然说是我的故事，但我里面呢很多在经过我的故事过程当中，书本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也可以说这本书呢也是一个通往各个不同好书的入口网站。就像财富自由呢，对我而言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人呢，是大陆的老师叫古典老师古典音乐的古典老师，他的一本书叫做《拆掉思维里的墙》，好哥有写在我书里面。他在书里面还有一次演讲都特别提到，他说财富自由真正的关键从来不是财富，而是自由。因为很多人的很有钱，你可以明显感受到，有些人钱虽然很多，但他一样不自由。所以我们真正要的从来不仅仅是财富本身，而是自由。再加上我非常喜欢这个读《论语》所以孔子常说他最爱的这个学生30多岁就过世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我也不改其乐，也不改其忧。你就知道，坦白讲，自在这件事情，自由这件事情，不见得一定要很有钱。
所以吴典老师给自由呢一个我很喜欢的定义，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他说自由等于能力减掉欲望，自由等于能力减掉欲望。如果用钱来去举例的话，打比方说，好，一个月只赚3万块钱啊，也许我能力不是很高，只赚3万块钱，但是我欲望不会很高啊，我一个月就只花2万块钱。那当我的能力3万大于我的欲望2万的时候呢，我有余裕，感觉也挺自由的。可是反其道啊，如果今天好哥想要把欲望提升一点，我想一个月能够花到4万块钱，那我现在能力的话只能赚3万呢，怎么办？没事儿，提升一下我们自己的能力。这提升能力，不管说你去打工啊，去送外卖，或者是说经过这个一段时间之后考上各种不同的证照，让自己找到更好的工作，让自己的薪水呢能够从3万涨到每个月5万的时候，你提升自己的能力，从3万到5万，又超过你每个月想要花的欲望的钱，比如4万块钱，你又有余裕了。所以在这边呢，用这个公式来去看待，就是自由等于能力减掉欲望。如果能力不是很高的时候，试着降低自己的欲望啊，有余裕你有自由。但如果欲望很高的时候，试着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的能力大于欲望，你有余裕也自由。换句话讲说，自由等于能力减掉欲望，能力操之在己，欲望操之在己，能力跟欲望你说了算，所以自由，你说自由就自由。所以如果这样情况之下呢，你就不用去跟别人比什么财富自由了，你也不一定要非常有钱的时候你才感受到财富自由，它某种程度上面跟能力跟欲望相关跟能力跟欲望相关，而能力跟欲望操之在你。那这就是每次我在上课上财商的课程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说如果大家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的时候，某种程度上面又回到查理芒格那句话，人之所以幸福从来不是拥有的多，而是期待的少。拥有呢是能力，期待是欲望，其实讲的是一回事。这是第一个好哥想跟大家分享我在书里面针对财富自由的一个小参照。那第二个呢，讲到退休因为我常常在跟，尤其像我们这把年纪50多岁之后，甚至到60岁的时候，大概退休的话就不远了。所以常常呢，好哥在跟我们这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揪我们去骑脚踏车吧，铁人三项吧，然后这个学个乐器吧，或到这个去看极光，去北极去南极玩，就做一些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想要做但没有办法做的事情。那这时候身旁周遭好友就是不急，等我退休再去做好了。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退休常常是跟等这个字绑在一块的，而且退休呢常常大家都是期待拿到退休金的时候才去退休的。直到呢有一次这有一次也不是现在，大概差不多将近好哥骑脚踏车2015年1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骑脚踏车上阳明山，也开始用我的 FB。然后我第一次上阳明山风柜嘴的时候，打开 FB 我就把我的这个相片 po 上去之后想要显摆一下没想到一放上去之后，下面就有人留言了，序列你退休了。我就回复他，哪什么退休，骑个阳明山退什么休神经然后他没有退休我以为说你骑上阳明山看起来闲闲没事退休了然后再过一个礼拜我又骑上另外一座山那个山呢基本上大家也许知道就是小油坑，觉得自己很不错骑上小油坑的我又 po 了，一 po 上去下面又有人说了，哇 Caesar 我的英文名字你退休了。我说退什么休，骑个阳明山跟退休有什么关系说我以为你退休了闲闲没事干。奇怪了，什么叫做早上骑脚踏车的闲闲没事干那时候我也不太想回答，直到过了再2-3个礼拜之后，又骑了算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山叫冷水坑加上这个二子坪这个驻航站，大家爬升呢从原来600-700公尺700-800公尺到爬升1000多公尺。你到那个时候基本上这种解锁显摆的感觉，所以我又po出来，但是我一po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下面有人说序列你退休了，我就用台语还有加上语音跟他说，对，恁爸退休我退休了，我退休了，我退休了。每天早上呢，我4点半到6点半就是我退休的时间，大家不要再问我了，烦死了可是那一刹那我才发现，原来大家对退休的定义是这样子的，从来不是你要到几岁，从来不是你有没有领退休金，感觉好像你只要做一些他们想要做但他们做不到而你却做的事情。我再讲一次你只要做一些他们想要做但他们做不到然后你做到的事情，你就退休了。所以后来直到好哥看了一本书《纳瓦尔宝典》他在书里面写了一段话，好哥把这段话有稍微背一下给大家听他说什么叫做退休？他说退休从来不是当你65岁的时候坐在疗养院里面或安养院里面的轮椅上，只能看着窗外温煦的阳光、碧蓝的蓝天，
和这个芳草如印的户外，而你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家想一下这个情景，对不对？他等于是先让你知道一下，你绝对不想要过这样退休的生活。然后呢，他说什么叫退休？就纳瓦尔的定义，他说退休是不为想象的明天牺牲今天。退休是不为想象的明天牺牲今天。后来好哥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大为受震撼，然后呢，我又在他的这句话下面又多加一句话，变成对仗，然后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对，退休就是不为想象的明天牺牲今天，因为今天是你余生最年轻的一天。每次当我把这两句话，退休是不为想象的明天牺牲今天，而今天是你余生最年轻的一天，去问我所有的观众、听众、听我演讲的人或上课的学生的时候，我就请问大家，听完这两句话，你觉得退休什么时候比较好啊？几乎所有人都说今天，立刻 ，right now。当下，我说对，退休是一个心理状态，是你的认定，是你的感受。就像我非常喜欢那个哲学家萨古鲁说的啊，他说我们人生的目的呢，从来不是拼了命去走向死亡，而是你生命当中每一分一秒真实的感受。大家想一下这概念哈，退休绝对不是我目的啊，就像他说的，目的绝对不是拼了命去走向死亡，而是很认真的去感受每一分一秒你生命的当下。这就是好哥想分享给大家我对退休定义，不要为想象的明天牺牲今天，因为今天是你余生最年轻的一天。把握当下，感受当下，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你就是富有又富足的人。我刚刚就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像以前我们国中有一个老师，他在带我们的时候，他就已经年纪蛮大，已经60几岁了，他已经是可以退休的年纪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常问老师说：“老师，你什么时候退休？老师，你什么时候退休？”他就说：“我没有要退休啊，我退休之后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不会退休，我会一直工作。”那其实这件事情就很明显反映出，很多人其实虽然很渴望退休，可是当他真正要退休的时候，可能反而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像我认识有蛮多长辈确实是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很忙很忙很忙，真的等到他退休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反而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刚刚想的是可以反过来想，就是说也许我们不用等到65岁那一天再去享受退休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就可以转换你的心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做你认为你这辈子一定要做的事情，其实这个就已经达到退休的状态了。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跟好哥聊聊他自己的生命历程，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买好哥的致富觉察。今天就谢谢好哥，谢谢，谢谢小邦，拜拜，拜拜。再一次谢谢好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么棒的内容。那好哥对肖邦的粉丝真的是非常的好，他特地请出版社寄给我他的新书，这一本致富觉察的新书给我，让我办一个抽奖，给对这本书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免费拿到这一本书。那只要你完成下面3个步骤，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抽奖哦。第一步骤是为这支影片点个赞，然后订阅这个频道。第2个步骤是点击连结追踪好哥的 podcast 节目，连结我已经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了。第3是在下面留言一句感谢好哥的话，例如说谢谢好哥的分享，真的是收获满满。那这样子就可以参加抽奖咯。7月27号星期六中午12点，我会在我的 IG 限时动态抽出一位幸运儿得到这一本书。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拜拜。